嘿，大家伙早喽！2月28号星期五，2月的最后一天，是不是？我昨天才发现是2月，看我跑到了一处大阪城公园里边的小路里。这个月的跑量有点少，这个月差不多是最近这几个月里可能是历史最低了。我今天出门的时候一看，截止我今天起跑之前，我才跑了376公里，今天跑不了24公里啊，还是挺累的。所以这个月就这样吧。然后明天下午1点半北京时间直播间，咱们还是聊聊天。之后我今天就会全力处理复盘的节目，争取能让他在明天，最快明天和大家见面，好吗？今天咱们还是就着比赛赛后聊一聊。这次比赛之后的感觉特别奇妙，因为除了波士顿马拉松，这是我第2次周一参赛，所以呢就觉得怎么都礼拜五了还这么累，一想比平常的比赛少一天，而且这次赛后的疲劳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。这在复盘的时候跟大家详细说，总结一下，就是其实全程马拉松的比赛就是看谁能把全部的力量释放出来，就是调动起来。很多小伙伴聊天都说，尤其是跑量不够多的小伙伴，或者刚开始跑的时间短的小伙伴，就说这套马拉松到20-30公里，哎呦在这到了20-30公里之后，就腿就没劲儿了，想跑也跑不动了，然后就开始走路也不累。这种往往就是赛后呢也没有很累，就像去年那个神户，虽然不慢，跑了2小时46，那个天气情况，但是跑完3天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，第2天其实就没什么事儿了。我记得神户之后的第2个周六，还和跑团的小伙伴们一起跑了一个21公里的强度，对吧？这次真不行，它就是这么回事儿。所以你说马拉松的对手是谁呢？其实我觉得不是心肺能力，因为大部分人其实都是绷在就心肺还有腿没劲儿了，或者说其实也不是没劲儿了，是持续不下去了。他就是看谁能耗到最后。就是您可能走路了，或者抽筋儿了，或者是跑崩了，但是其实你的力量没有损失太多，你就是没有持续力了，没有持续的能力了。下雨了，大阪这天儿，而且这周末我看天气预报就10几度了。这次东京有点惨，就是选择去东京的冲成绩的小伙伴们有点意外了，没有想到东京这周末的温度，石川先生跑过来了。石川先生好像是说要去参加东京马拉松，因为一般这个季节大阪跟东京的气温都是很适合出成绩的，不知道这2年怎么了，这2年太奇怪了。而且东京就这个周末热，然后下个周末又是个位数的温度了，都不可思议。所以看看这周末东京参赛的小伙伴们能不能有不错的运气。所以有时候比赛这事儿就是，你说天时地利人和，不太可能全都有。不过这次确实是赛场上的感觉还不错，这回头也复盘的时候再跟大家说。不过
赛后的恢复，这次我是要很在意、很认真的，因为东京之后就是下个周末还有一个比赛——琵琶湖马拉松，我应该就是娱乐参赛，但是毕竟间隔的时间短，就间隔2周，我今天的身体状态还肯定不可能参加一个马拉松，就现在腿上的肌肉还是疼的。这在我看来这些年也不常见。我最后一次这样是柏林马拉松，纽约马拉松之后感觉就挺好的了。纽约马拉松之后第2天去奖牌刻字，然后还去逛了大都会博物馆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所以可见这次确实是全力以赴了，还有一点空间，回头复盘也再跟大家说，好吗？我这次认真的、有条理的给大家录一个复盘的节目。一般小伙伴应该还没有像我们这样这周就参加过比赛了，比赛应该都是在后边，对吧？我看有重庆，有无锡，还有什么？还有武汉，这些。说是武汉跟至少武汉吧，应该是挺热的，到时候无锡不知道。你说这1个来月，其实也干不了什么，就用心调整就好了，维持住训练状态。但是我过来的经验就是，其实你说维持住运动状态、训练状态，有时候有难度的，因为你不可避免的调整，就像我一样。你看2月整个这1个月不到400公里，但在我看来都是不敢想象的，我都不知道之前是怎么跑的。你现在让我回忆整个2月的训练，都不是很清晰的。这就是目标赛事给自己带来的影响。所以今年也是我尝试改变的1年，多参加比赛，还要尽可能的在比赛之间做调整，就这场怎么跑，下场怎么跑，目的是什么，明确目标，然后调整训练。这些在以前都是没有的，以前就是总不参赛，然后训练很规律，造成就是你太规律了，太规律你就太不改变，就越来越害怕改变，所以还是要走出这一步，是不是？正好这次大阪马拉松领了一个 RunNet 的今年的比赛的日历，我再研究研究，再规划调整一下。但是很明确的应该就是神户和悉尼。推荐小伙伴们今年来试试神户，不出意外，对海外报名应该还是不抽签，先就是随报随得，先到先得。今年神户改赛道了，最后没有那个桥了，跑到神户塔下，挺不错的。而且今年是好像是40周年，就整年，应该是一个比较盛大的比赛。今天就不跟大家多聊了，我一会儿回去准备复盘的节目，然后今天还要把这周的工作收尾一下，争取早点让节目上线，好吗？2月28号星期五，2月的最后一天，训练结束。今天是赛后的第一个常规训练日，21公里，一个半程马拉松，平均配速4分58，心率137，跑了1小时40多分钟。今天还是挺累的，就是腿的后侧的肌肉还在疼，前侧的肌肉没事了。然后这个时候一定得注意几个点，跟大家说一下啊。你看啊，就是2个小腿的这个地方现在是比较容易受伤的。还有就是踝关节内侧这个地方这一条是比较容易受伤的。因为我看不见实时的监控画面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拍的清楚不清楚，回头再跟直播的时候再跟大家说。
所以就是这几个地方，往往是这几个地方其实是没有酸痛感的地方，它就会代偿其他地儿的肌肉。行吧，这个月跑了397公里吧，可能是。哎呀，好久没有这样了，除了那个受伤月和生病月以外。行吧，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赛后的调整心情，还有这周末的东京马拉松。虽然是挺热的，对出绝对成绩来说是挺热的，但是不需要太多额外的准备。如果只是来参赛的小伙伴，那个气温还没有到需要额外准备的程度。不过不知道这次会长他们来想冲一下成绩的会怎么样。我也不敢给人家使劲加油，到时候心里有压力。这种比赛之前，尤其是目标比赛之前，其实怎么说呢？希望被支持，但是有的时候呢，也会有点忐忑。行，那就不跟大家多说了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明天再见。